我去，时间线变绿了。KO！ 我的天哪，风火轮卡死了。KO！ 8K 肉根本打不开，怎么测呀 KO！ 鼠标断连了。KO！ 弹走鱼尾纹 ，final 是亲儿子吗？我的天哪，受不了了。OK everyone， 欢迎收看影视小红帽，我是少白。这期主打 M1 芯片和英特尔芯片的 Final Cut Pro 性能测试，我会从播放性能、剪辑性能、渲染性能、转码性能和导出性能这5个维度进行对比。先说结论，不推荐迭代。我用的 M1 8G 统一内存，英特尔是 i5 64G 的内存。那为什么是64G 的呢？因为 Apple 的干活和盖板永远隔着一道鸿沟。那更详细的评测稍后推出，记得关注哦。这是用佳能拍的 4K25P H.265 的素材，可以看到 M1 的播放是非常流畅的。英特尔芯片在此刻已经翻车了。结论 4K25 帧 H.265 的播放 M1 完胜。这是用索尼 A7S3 拍的 4K 100P 的视频，可以看到英特尔还是卡城强 ，M1 完胜。这是 EOS R5 录的 8K 真的压缩素材，可以看到 M1 还是完胜。这同样是 R5 录的 8K 真间压缩的素材 ，M1 OK。那至于 R5 录的 8K 肉素材，现在Final压根没有支持到，所以测试不了。从单条素材的播放性能来看 ，M1 确实能扛能打，但是我要说，实战剪辑下来都是多轨道，并且加了很多包装效果等，所以这次我叠加了3轨素材，仅用了裁剪来测试一下时间线的原素材播放性能。这是索尼 A7S3 拍的 4K25P H.265 的素材，是的，你没有看错，我没有暂停，它俩真的是一样卡。只不过好像 M1 稍微好一丢丢。结论，多轨道的时间线剪辑，它俩都差不多，都是50步小100步，都是不可用的状态。那同样在没有渲染的情况下 ，4K 100P 的原素材也是翻车，无论是谁。到了 8K 真正压缩的时候，它俩都是动不了的状态。说好的 8K 流畅剪辑呢 ？8K 的真间压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真间压缩更吃内存，所以它俩翻车翻的彻底的，没有任何区别。结论，想要流畅剪辑 4K H.265 或者 8K 的素材不存在，所以老实的渲染和转码才是主流。那么苹果官网也提到了，现在时间线渲染的速度比上一代快了 6.6 倍，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一看吧。2个原素材都是1分钟，在 4K 25P H.265 的情况下 ，M1 渲染时间用了51秒，但是英特尔用了4分35秒。结论 ，M1 比英特尔快了 5.3 倍。这是 A7S3 4K 100P H.265 的素材，同样1分钟的时间线渲染 ，M1 用了5分13秒，英特尔用了7分49秒。结论 ，M1 比英特尔快了 1.49 倍。这是 8K 真的压缩的素材，此刻英特尔竟然碾压 M1，英特尔用了10分43秒，而 M1 竟然花了13分34秒。此刻 M1 已经慢了 1.26 倍。说好的最快高达 6.6 倍去哪儿了？这是 8K 的真间压缩素材，同样英特尔完胜，但是因为渲染时间太长了，我就不想等了。在10分37秒的时候，英特尔渲染了 57%， 而 M1 只有可怜的 27%。我是谁？我在哪里？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并且在经过这一番测试以后 ，M1 的时间线变绿了，有时候素材根本放不出来，而且无限风火轮还伴随着鼠标断连。Oh my god！把时间线渲染以后，无论是 4K、8K 还是 H.265，无论是 M1 还是英特尔，都可以流畅播放。这里插播一则通知，我的稿件里有 Final Cut Pro 10的教程，欢迎各位关注和一键3连哦。转码后剪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流程，各位千万不要忽略。那官方说 M1 比上一代快了 3.4 倍的转码速度，我们来看一看，在 4K25P H.265 的情况下 ，M1 用了12秒，而英特尔用了90秒。结论 ，M1 比英特尔快了 7.5 倍。4K 100P H.265 的转码 ，M1 用了5秒，英特尔用了21秒。结论 ，M1 快 4.2 倍。8K 真的压缩素材 ，M1 用时42秒，英特尔用时2分51秒。结论 ，M1 快 4.09 倍。8K 真间压缩的素材 ，M1 用时43秒，英特尔用时2分32秒。M1 快了 3.53 倍。也就是说，苹果还是推荐大家转码 ProRes 的工作流，所以这点请记好了，确保是稳定和不卡的源泉。在 4K H.265 的情况下，无论是 25P 还是 100P， 渲染后的导出双方都旗鼓相当，甚至英特尔有时候反应要快一点。然而在 8K 真的压缩的情况下 ，M1 的导出性能，这时候英特尔仅用了53秒，而 M1 用了6分23秒 ，M1 慢了整整 7.2 倍，慢了 7.2 倍。兄弟们，更魔幻的来了，在 8K 真间压缩的情况下，英特尔仅用了10秒，而 M1， 我的 M1 用了1分34秒，我的天哪！M1 整整慢了 9.6 倍，兄弟们把不可思议打在公屏上。
最后总结一下 ，M1 芯片的 Mac 确实能提升剪辑时的体验，但在正规的转码工作流下，其实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并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后期狗、中年发际线焦虑症患者，不转个码，并且趁此机会摸个鱼，都对不起到手的8000块工资。上面是开玩笑的，真正的原因是不转码带来的各种意外、崩溃、卡顿，甚至无法输出，换谁都无力吐槽。如果各位想了解正规的 Final Cut Pro 工作流，可以翻翻我已忘的视频。那与此同时，我邀请各位注意一下，这次苹果官方宣传的内容就是素材的转码速度和时间线的渲染性能，并没有提到原素材的剪辑，所以正规的工作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喜欢的请一键3连，不喜欢的也可以告诉我，这会对我有很大的提升。我们下期再见。